澳大利亚16岁少女与海豚共游，却在下一秒被一条紧随其后的公牛鲨拖入水中撕咬致死，河面瞬间被鲜血染红，岸边的朋友们惊恐尖叫，场面惨烈至极。据《先驱报》报道，2023年，年仅16岁的斯特拉巴里在一次原本寻常的戏水之行中，遭遇了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。那是一个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的夏日，澳大利亚靠近赤道，烈日几乎不留情面地炙烤着大地，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热浪交织的气息，仿佛连呼吸都带着灼烧感。城市的柏油路在阳光下泛着白光，为了逃离这令人窒息的炎热，人们纷纷奔向水边，寻求一丝清凉与自由。斯特拉和几位好友也不例外。那天，他们笑着闹着，背着毛巾和饮料，带着青春的欢笑与无畏的好奇，驱车前往珀斯附近一条著名的河流——天鹅河。这条河自内陆蜿蜒而下，最终注入广阔的印度洋。在通往西澳大利亚南滩的途中，河面逐渐开阔，形成一片宁静的水域。那天的天鹅河美得几乎不真实，阳光倾泻而下，水面闪烁着细碎的金光，宛如碎裂的玻璃在阳光中跳动。微风拂过，带起阵阵水汽与桉树的清香。河畔草地上，人们悠闲的野餐，晒日光浴，孩童的笑声随风传来。对于斯特拉和他的朋友们来说，这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午后，他们只想在这片静谧的河湾里畅快地玩耍，留下几段青春的笑声与记忆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就在这片看似安宁的水面下，潜伏着一种从不属于宁静的生物。那场命运的邂逅正悄无声息地逼近。水面上荡起阵阵涟漪，斯特拉和朋友们脱下鞋子，欢快地奔向河中，凉意瞬间包裹全身，驱散了酷暑的灼热。河水轻拍着他们的腿，透明而柔软，阳光透过波纹折射出碎金般的光点，照亮了这群少年无忧的笑脸。他们在水中追逐、嬉笑，互相泼水、潜泳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河面上，与不远处的鸟鸣和风声交织成一曲夏日的乐章。青春在那一刻是如此鲜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温柔包裹，宁静明亮，毫无阴影。然而平静的河水之下却潜伏着一场即将降临的噩梦。下午约3点半，阳光正炽，斯特拉游累了，靠在岸边的浅滩上，闭上眼感受阳光洒在皮肤上的温暖。就在此时，一抹迅疾的灰影在他面前的水中一闪而过，那种模糊而优雅的轮廓让他以为是河豚，或是偶尔误入淡水的海豚。他睁大眼，露出惊喜的笑容，试图辨认那道身影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那并非友善的海洋访客，那道灰影之下是一头冷血的掠食者，一只强壮的公牛鲨。它正沿着河流的暗流而来，凭借敏锐的嗅觉追踪着气味与震动。它来自深处，带着生与死的冷意，在这片被人类称为安全的水域中悄无声息地逼近。几秒后，水面再次荡起涟漪，那并非幻觉，斯特拉看清了，那是一群海豚正逆流而上。它们的灰白身影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，被其划破水面，掀起层层浪花。偶尔一只跃出水面，水珠在半空炸开，晶莹剔透，宛如碎钻洒落在阳光下。那一幕美得不真实，像极了夏日梦境的片段。斯特拉怔住了，嘴角绽开笑意，眼里满是惊喜与好奇。那一刻，她不是个16岁的少女，而像个追光的孩子，被自然的奇景彻底吸引。他的朋友在岸边呼喊着什么，但他几乎没听见，内心的激动淹没了理智的声音。斯特拉脱下外套，深吸一口气，纵身跃入水中，清凉的河水包裹住他的身体。他奋力向前游去，目光紧锁着那几只跳跃的海豚，试图靠近，想感受那种与野性生命并肩的浪漫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份天真的冲动正将他一步步推向死亡的边缘。水面波光粼粼，阳光温柔如初，一切依旧安静而美丽，仿佛命运在屏息，等待那致命的一瞬。但就在他离开岸边10几米时，水下忽然传来一阵诡异的涌动，那是一种令人本能发毛的异样。下一秒，一股撕裂般的剧痛从小腿爆发，一口咬合的力量如钢钳般死死锁住他，将他狠狠拖向水下。那种力量带着野性的残暴与冷血的精准，让他几乎来不及反应。斯特拉的尖叫被泡沫吞没，水面翻滚起一片惊惧的浪花。他疯狂踢打、挣扎，手脚乱挥，试图摆脱那股致命的拉扯。但那怪物却越发暴躁，咬合的力量愈紧，血液在水中迅速弥散，鲜红的雾团在阳光下蔓延开来，如同一朵正在绽放的恐怖花朵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终于意识到，那不是海豚，那是鲨鱼，一头真正的杀戮者。他拼命尖叫，嘶喊救命，声音在河谷间回荡，撕碎了夏日午后的宁静。岸上的朋友们吓得面如死灰，哭喊着他的名字，却无人敢靠近。
只能眼睁睁看着河水被鲜血染红。那一幕像噩梦一样真实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名附近的男子听到呼救声，立刻奔向河边。那名男子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，奋力朝斯特拉游去。他看到那头鲨鱼在水下绕行，随时可能再次发动攻击。趁着鲨鱼短暂离开的空隙，他一把抱住浑身是血、几近昏迷的女孩，用尽全力往岸边拖。河水被染成暗红色，男子的每一次划水都伴随着剧烈的喘息与绝望的求生本能。而在他身后，那头公牛鲨正再次逼近，水面泛起了不祥的涟漪。整个抢救现场像一场噩梦被拉长成现实。当救援者费力把斯特拉拖上岸时，他已失去意识，有人怀疑是剧痛使然，也有人说是大量失血导致。弗里曼特尔交通桥一带顿时陷入恐慌，岸边的人群哭喊、拍照，手机屏幕映出血色的浪花与奔跑的身影。警察与救援船在几分钟内赶到，医护人员在泥沙与杂物间迅速铺开急救毯，扎直血带，人工呼吸，动作干脆而急促。尽管他们以最快速度处理伤口，并争分夺秒送上救护车，但斯特拉的小腿伤口惨烈，皮肉、肌腱撕裂，血流不止。最终，年轻的生命还是在急救人员的手中走向平静。噩耗像火焰般迅速燃遍社区、学校、球场，社交媒体充满哀悼与愤怒。官方随即封锁河段，并发布紧急警示。海岸巡逻与警方连夜搜捕嫌疑鲨鱼。次日，救援队在事发点上游约1公里处捕获到一条约 2.5 米的公牛鲨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它并非偶然从海里闯入，而是已在淡水河道活动一段时间。捕获后，管理方决定将其远放入海，以期降低风险。但是否应直接处决这头鲨鱼，立刻在社区激起激烈争论。有人高呼必须偿命，有人则呼吁理性，指出它仅凭本能行动。悲痛、愤怒与对未来安全的焦虑交织在一起，迫使当局不得不重新检视河流管理，加装警示牌，加强巡逻与监测，并启动长期的公众保护与生态共存方案，试图在不再重演此类惨剧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找到平衡。澳大利亚这个被戏称为万物皆想杀你的国度，其危险程度绝非夸张。这里生存着数量惊人的致命生物，蛇、蜘蛛、水母、鳄鱼、蜥蜴、章鱼，几乎每一种生物都可能致命。即便是人们印象中憨态可掬的袋鼠，一脚也能踢断人的肋骨。而在这片被烈日与海风炙烤的大陆上，最令人生畏的掠食者非鲨鱼莫属。被无尽的热带与温暖海域环绕，澳大利亚是海洋生命的天堂，也是掠食者的狩猎场。温暖的洋流滋养着丰富的生态系统，为包括鲨鱼在内的顶级猎食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。人们总以为大白鲨才是海洋中最致命的存在，但这一次的故事主角却是另一种更狡诈、更残暴的生物——公牛鲨。与大白鲨不同，公牛鲨身形较短而粗壮，性情暴躁，攻击性极强。专家普遍认为，它才是真正最危险的鲨鱼物种。这种鲨鱼几乎什么都吃，鱼群、海豚、海龟，甚至会捕杀体型较小的同类。它们的进食对象不是被挑选的，而是被机会决定的。只要它觉得能吃，就会发动袭击。更令人胆寒的是，公牛鲨偏爱在人类最常活动的水域出没，热带的浅海、河口地带乃至淡水河流都可能是它们的领地。科学家发现，它们拥有独特的生理构造，肾脏和尾部腺体能有效保存体内的盐分，使其成为极少数能在淡水中自由进出的鲨鱼。因此，公牛鲨常常溯河而上，在淡水中产崽。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天敌，幼鲨的存活率也更高。然而，这种适应力也让人类的河流成了隐形的死亡陷阱。那些看似宁静的水面下，可能正潜伏着一头公牛鲨，耐心、饥饿且随时准备发动攻击。但动物保护者们坚持认为，这头公牛鲨并非恶兽，而只是遵循生存的本能在行动。专家分析，它极有可能把斯特拉误认成了那群正在逆流游动的海豚之一。在混乱的水流和光影中，人类的轮廓与海豚并无太大区别。而当斯特拉脱离人群，独自靠近时，他在掠食者眼中成了一个孤立、无防备的目标。一次错位的本能反应，便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。无论原因多么自然，这起事件仍令整个澳大利亚为之震惊与心碎。这是天鹅河100年来首次出现致命鲨鱼袭击，新闻一经报道，全国哗然。斯特拉所在的学校、朋友及社区在河畔为他举行烛光悼念仪式。夜风中摇曳的烛光倒映在水面上，仿佛在为她照亮回家的路。认识她的人都说，斯特拉是个令人难忘的女孩，善良、乐观，总带着真诚的笑容，从不说他人坏话。她热爱运动，是学校里最出色的曲棍球选手之一，老师们常夸她有领袖气质。
朋友们则说他总能让人安心。他原本计划等成年后前往欧洲生活，追逐那片他向往已久的自由天地。可如今，那份憧憬永远定格在16岁的夏天。尽管官方再三强调，在天鹅河遭遇鲨鱼袭击的概率几乎为0，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，几乎并不意味着不会。在这片生机盎然却危机四伏的澳大利亚大地上，即使是宁静的河流，也可能隐藏着致命的深渊。